上升到底是怎么用这些玉的？我们现在大概有概念了，上升做了这么多不同的玉器，对吧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好，我先给一个概念，就是我把玉器呢分成实用器跟礼器。刚才我讲了，我说史前的时候，这种戴冠的人，然后呢，玉璧、玉琮，还有这个玉钺，那是礼器。那你们很多有的朋友就问了，你怎么知道是礼器呢？是你觉得它是礼器，是你觉得上面有个神徽，是你觉得它戴着个帽子，你觉得它是礼器，对吧？那么到商代这个礼器跟它一不一样呢？是否一样呢？我那样讲考古呢，它是这样子，你可以通过刚才我那样的分析去定义，但是我今天给一个真正的田野考古学家的分类，我把玉器分成礼器跟饰品给它分出来，或者礼器跟实用器。那么这张图是非常清晰的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礼器，什么是实用器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，这是一座墓葬，2001年发掘的，是2000年发现的，2001年开始发掘。那么这个墓葬呢，大家看啊，这上头有些上面有个边，因为我这个指示器不是很显，对吧？看这个地方，这有个边吧，然后这边有个边，这个当然我用这图给它叠压了，这边有一个边，底下有个边，看到底下我写着两项服装参照比较的有一个边，这个边是什么呢？这个边是墓葬的，就是墓穴的一个边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，不是墓葬的，不是墓葬的，这个边外头那个是墓葬的那个墓穴那个边，里头这个边，刚才我指的这个边是墓椁的边。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棺和椁哈。一般的墓葬它比较小的话，挖个坑，把棺材放进去，对吧？放进去，它就只有一个棺。但是他要讲究这个人身份高，他就在这个棺放下去之前，他在这个坑里头铺好木板，在这个木板上头呢拉木头，搭一个木椁，就相当于棺材将来要放到木椁里头。那么现在这个边呢，就是木椁的边，就这个边啊。然后中间这个红色的地方才是棺材，就这才是棺材。那么这个棺材是红色的，棺材跟木椁之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，我们叫棺椁之间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再看，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二维空间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些随葬品啊，你看这些青铜器都在棺椁之间，看到吗？是不是在棺材跟椁之间？好，然后呢，注意这个地方棺材板上，这个棺材我们刚才说的二维空间，我们把它想象成三维空间，怎么样？加一个空间，立体的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，就是把它想象成三维空间的时候，这些在看上去像二维空间的东西啊，实际上它有一个叠加，它有一个上下层。这个时候你看哈，我指一下啊，这把叫钺啊，这个叫漆，这叫葛，这个叫璧，这叫钺。你看，这把钺、这把漆、这个璧、这把大钺，大葛和这两个大钺，它们都在，我们想象一下，它是在棺材里头还是在棺材上头？对，它在棺材上头。也就是说，它不是棺材里头的东西，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，它们都断裂了，看到没有？都断裂了，都断掉了。好，反过来说呢，这些小玩意儿，你看，这些小东西，它是贴着，这是人的脊椎骨，看到吗？这是人的这个脊椎骨啊，这是他腿骨嘛，头在这儿，这脊椎嘛。
这些小东西是在人身上的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些小东西是随时，就是不是所有的，大部分的小东西，有的也是上面压下去的，是随身带的实用器，佩戴到身上的。而这些大件的月、大革、币，它是压着棺材板的，也就是它是小东西呢是在棺材里头，就是人死了以后，在加的时候就穿戴好了，然后抬着再放到里头，它是在棺材里头的。而这些大的呢，是把棺材放进去以后，上面盖上椁板，甚至盖一个席子，然后往里扔进去的，所以它就会一部分压着棺材，一部分压到外头，所以它就会断裂。好，你把这个分